有缘人分享30条修心的心法，若能悟透，瞬间开悟。1. 修心就3个字，别当真，想法别当真，经历别当真，爱恨别当真，到最后生死也别当真。不当真就不会死抓不放，不抓就不返，就稳稳地待在觉知里。2. 永远别问别人为啥，记住了，人越聪明话越少，气场越强，钱包越鼓。3. 人生就是一场修炼，最高境界就是练出狼性佛心，就是菩萨心肠加霹雳手段。高手都是外圆内方，内圣外王，他们心里有佛，手里有刀，上马杀敌，下马念经，对人菩萨心，做事金刚手段，用心的时候不留余力，拔刀的时候不留余地，能善良也能狠，才能正直，不惹事，不怕事，天下就太平。所以这就是世间最高法则，你内心比谁都刚，勇猛果断，勤奋自律，毫不留情，同时外表比谁都柔，温柔细腻，察言观色，以柔克刚，这样世上没人能是你对手。4. 压力大到快崩溃的时候，别跟别人说，别觉得委屈，因为没人真心疼你，没人理解也好，技不如人也罢，自己冷静下来干该干的事，别让烦恼和焦虑毁了你那点热情和定力。你整天抱怨内耗自己，不如乐观点，心可以碎，手不能停，该干啥干啥，在崩溃中往前冲，你才是真厉害。5. 永远别亮出底牌，说实话是要命的，别亮底牌，人家知道你啥都没有，谁都不会理你。6. 注意力就是能量，不能乱发散，专注思考，专注做事的人就像激光一样，能把困难都击碎，收获满满的胜利果实。每个人精力有限，可以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上。7.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别追求完美，慢慢接受自己那些不好的地方，原谅自己的笨和普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与愿违，接纳无常，带着缺憾拼命绽放，这是和自己和解的唯一办法。8. 你穷的时候，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穷，不然你会更穷。你富的时候，如果告诉别人曾经很穷，你就会更富。没钱的时候，你讲尊严，别人也不给。你有钱的时候，不用讲尊严，到哪都有尊严。9. 再大的事也不影响吃饭睡觉。内心强大的人，心里有静气，再大的事也不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搞定，也有信心解决。相反，内心脆弱的人，生活中一点小事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觉天都要塌了，满脸写着丧气。10. 墨菲定律，大数据不会骗人，
当你看到这里，点赞留下一句我很好，和过去和解，你就会越来越顺。11. 王阳明说，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环境越差，越要守住内心，竟转心不转，这是练心之道。12. 有实力受人尊重，没实力不受尊重。有钱人可以大方的小气，没钱人只能小心翼翼的大方。你有钱，哪怕一分不花，也没人看不起你；你没钱花得再厉害，也没人理你。这就是社会现实。13. 人本质上只有精力，没有年纪。年纪只是一个虚无的时间概念，没啥价值。人生的本质是经历和体验以及试错，这些都来自认知和野心，以及勇气和执行力。14. 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都在控制你。当你啥都不要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15. 你看看周围那些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一个是聪明人，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永远别生气，生气都是傻蛋。高手心里只有一件事，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换方法，别被情绪带偏。你关注啥就会吸引啥，你总是抱怨和不满，就只能看到生活的不如意和负面情绪。你学会感恩，感激自己有的东西，就能迎来更多幸运和奖赏。16. 凡事发生必有好处。巴菲特和查理芒格都说，我永远是幸存者，不是受害者。17. 别和朋友扯上利益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最好别沾利益，要是沾上了感情就容易完蛋。人性在利益面前很脆弱，别去考验人性，而是要学会避开这种冲突。比如借钱给朋友之前，先想想这段感情值不值得。借出去的钱要在自己承受范围内，别让利益影响感情。18. 强者总是独行，一个人总是独来独往，没啥朋友。别小看他，他可能不是性格孤僻，而是知道自己要啥，内心强大到不需要讨好任何人。19. 你以为错过的是遗憾，其实可能是躲过一劫。别贪心，你不可能啥都有；也别灰心，你不可能啥都没有。想得到的，不如心甘情愿；得不到的，不如心安理得。20. 为看到这里的你点个赞，留一句我会好好爱自己，你会越来越好。21. 戒掉爱抱怨的毛病，学会感恩。你关注啥就吸引啥，你总是抱怨和不满，就只能看到生活的不如意和负面情绪。你学会感恩，感激自己有的东西，就能迎来更多幸运和奖赏。22. 永远别暴露自己的需求感，你要明白所有的好事背后都有代价，并不是你想啥就来啥。过分暴露需求感的人很容易患得患失，不自觉地放低姿态，变得不自信。对方一旦察觉到你的低姿态，
潜意识里就会觉得你配不上他。23，别随便发脾气，脾气发多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伤自己的身体。真想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一个眼神就够了。24，心若不动，万事从容。万事万物都是内心的投射，都在心里。一个人内心强大，无论外面发生啥，都能从容应对。静时养心，古人说养心贵在静，淡泊是核心。只有保持安静，才能放松自己。淡泊从容，独处时守心。古人认为独处可以让神不着，默坐可以让心不着。25，真正厉害的人往往都是看破不说破。就像很多潜规则不能拿到明面上说，一说就是错，一说就是麻烦，甚至惹祸上身。在现实生活中，管住嘴比啥都重要。26，一定要做个不轻易外露情绪的人，别到处诉苦，别轻易相信刚认识的人，更别对谁都充满期待。谁在背后议论你都别在意，你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当下和未来就行。别让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到你。你不需要人人都喜欢理解你，你也别轻易给人提意见。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道不同不相为谋。27，永远别去追求公平公正。嘴上喜欢谈公平公正的人大概是个弱者，原因很简单，他看不到人家祖祖辈辈的努力和积累。我们的注意力应该全放在获取资源上，你获取的资源越多，对整个家族的基因都是正向的加持。讲大道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亏。28，当你的能量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理解身边每一个人了，只是他们处于不同的能量频率，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请允许你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29，莫言在晚熟的人里说过，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而是允许发生，允许遗憾，允许愚蠢、丑恶和虚伪，允许付出没有回报。30，内心强大的人心里有静气，再大的事也不慌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能搞定，也有信心解决。相反，内心脆弱的人，生活中一点小事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觉天都要塌了，满脸写着丧气，心中有事还能若无其事，这是格局。心中有事装作若无其事，这是阅历。有缘人，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90的人都不知道的修心秘法。你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这句话很重要，你一旦听进去了，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这一生呈现什么样的结果，是内心先有变化，人生才会有变化。所以请放下手的事，仔细的聆听。如果你当下没有时间，建议先点击订阅与保存，
如果一遍看不懂，建议多看几遍，必会影响你接下来的人生。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三维的信息是知识，运用的是方法，而高维的信息是智慧，运用的是心法。方法与心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方法是在投影的像上解决问题，而心法则是在投影源上解决问题。从投影源上解决问题才是根本所在。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从投影源上解决问题的高级修行心法。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位弓箭手，他的箭术非常高超，几乎百发百中。有一次他与人打赌，当赌注是普通的瓦片时，他依然百发百中，但当赌注换成黄金时，他却屡射不中，甚至10发不中1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王阳明所说的心贼所致，因为他太在意黄金了，有了得失心，这种得失心让他乱了分寸。那么修心是修什么呢？实际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些明知不可为，却又无法控制的情绪和行为。比如当我们遇到心仪的人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明明知道该睡觉了，却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有时候我们也会无法抑制的焦虑和害怕，同时这些无法控制的情绪，我们想要放下，却往往做不到。因此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意思是这些东西完全不受我们的意志控制，所以修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安心。当心灵能够时刻保持安定和祥和，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所在。然而达摩祖师却说，汝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可谓安矣。意思是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所以也不需要刻意去安定这个心。无心可安，自在随缘，才是真正的安心。达摩祖师之所以这么说，是从彻底解脱的角度出发。正如另一句话所说，修行是为了发现根本，无需修行，一切本自具足，本自圆满。佛陀证悟时也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么如何才能亲自证悟如此究竟的见解，并从中受益呢？其中的方法便是无修而修，将不需要刻意修行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实际上修行就像吃药治病，所谓的病就是心病，内心的烦恼、恐惧、苦恼、愚痴、贪欲等等，此起彼伏，这就是时常出现的病症。所以我们需要修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心中根本就没有这些病，没有这些障碍，还需要修行吗？当然不需要，对吧？事实上，在更深刻的真相层面，我们的心中其实并没有这些障碍。所有的烦恼与贪求都是你妄想出来的，这些妄想越来越牢固，越来越真实，然后又妄想出所谓的修行来对抗，来安抚自己，
所有的修行方法只是为了去除那些妄想出来的种种烦恼和障碍而已。那么心到底是什么呢？心即是法，法即是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简而言之，当你感受到痛苦和烦恼的那一刻，痛苦和烦恼就是你的心，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颗心可言。同样，当你的心感到宁静、平和、满足时，那一刻的美好也是你的心，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颗心可得。所谓心空则法空，法空则心空，一切念头和情绪的消散即是心空，心空则一切念头皆空，而观是唯一能够见到心空、法空的方法。观包含止与观两个方面，所谓止，就是将心安放在一个点上。例如，你可以运用专注力将所有的感知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或是专注于感受呼吸，以此减少杂念，让心恢复平静。在这种状态下，止中有观，观中有止。此时我们只是在一个点上进行观，哪怕只是这个简单的做法。如果你每天早晚各坚持半小时，放下所有杂念，仅仅是观察自己的呼吸或身体某个部位的感觉，那么白天你的情绪和思维将会更加稳定，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更好。因为这样的练习本身就是对身心极大的恢复。所谓治心一处，无事不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专注力，那么即使独处时，心也能保持宁静，这本身就是一种恢复。而在活动中，心又能将专注力完全投入，工作效率自然会更高。修止其实也类似于道家所说的守一，守住一个点，这个点可以是身体的某个部位、某个穴位、某个丹田，也可以是中脉或气脉，但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呼吸与这个点的关系，对呼吸的觉知贯穿在整个守一的过程中。所谓万法归一，无论守的是什么，心停在那里。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用一念来抵挡万千杂念，从而获得心灵的宁静。更进一步地说，当你这个能守的心和所守之处也破除掉的时候，就像打破一个玻璃瓶，其中的空寂回归到整体的寂静，这就是无守而守，回到本自无为无作的一体寂静。而这一过程可以在静坐中实现，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静坐中的功夫带入生活中，如何将修行与生活融为一体，或者说如何让修行和生活同步。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止观中的观。在止观的止中，我们能够获得观一处的定力。有了这样的定力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观自己的每一个感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念头，这才算是在生活中真正的修行。而所有的实修方法其实都可以归结到观这个方法上。例如，许多学佛之人念诵佛号，
本质上就是让心不去关注其他事物，只专注于一句佛号，将心止于一处。而参禅则是反观自性，比如探究念诵佛号的是谁，这就是反观自性。当身心现象出现时，一个念头升起，心不去关注这个现象或念头是什么，而是立刻回溯到这些身心现象发生的源头，这就是参禅。与参禅相对的是保持正念，包括佛教所说的正觉，这些都是正观。正观意味着不带评判的如实观察正在发生的身心感受和现象。总体而言，对于观的应用，直观、反观和正观这三种方法应当交替使用。交替使用是为了避免对某一种方法产生执着。具体到生活中，当你独处时就修止，将心止于一处，一旦妄想烦恼升起，立刻将意识拉回到止处。在与人交往、处理事务及参与各种活动时，则修观，无论是正观还是反观，总之要体悟到自己是观者，而不是那些生灭变化的身心现象。这样心就会变得冷静清醒，一切外在的事物也能更顺利地完成。因此，止观的修行应该贯穿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念头、每一处细节中。生活处处是道场，生活的每一刻都要保持正念，保持关照。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观的对象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时时刻刻观的只是自己的身心现象。整个世界对于个人而言，最终只会表现为自己的身心现象。就好像你与另一个人交流，最终关照到的只是自己眼中产生的印象，对方说的话最终也只是表现为耳中听到的声音。外界的一个物品、一个场景，其实也只是引起你心中的一个念头、感受和反应而已。从根本上说，你所感知的一切，其实完全是自己心中的现象。因此，所谓的观，并不是在观他人或世界，而是在时刻观自己心中对他人、对世界乃至对自己的种种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关键点是时刻认识到自己是观者，是能观之至，不要被所观的现象牵着走。如此观，也就是指当你能时刻处于观中时，心中的念头来来去去，心中的情绪起起伏伏，都会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你会发现，唯有稳定而清明的观，贯穿在生命变化的身心现象中，这才是真正的自己。找到并维持这种稳定清明的观，就是修观的初步意义。具体来说，如果我们想要修观，其实就是在当下的每一个细节中修行。当你准备晚餐时，也可以同时是一次修观的过程。观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刻，例如，当你拉开冰箱门时，手指与冰箱表面接触的触感，观就在其中。当你外出漫步时，脚底与地面的每一次接触，
观也在其中。沐浴时肌肤对水温的冷热感知，这一切都有清晰的观在其中，甚至是我们内心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有观在其中。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清晰而稳定的观中，我们对未来的担忧会瓦解，而完全专注于当前每一刻身心所经历的现象。当我们坐在椅子上，关照身体与椅子之间接触的触感，那一刻的触感就是真实的自己。下一刻，脑海中可能涌现出某些想法和记忆，这些也都成为了观的对象。能观的心与被观的一切身心活动，并不是分离的两个实体，它们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很多时候，生活不过是念头、感觉、声音和情绪等不断升起和消失的过程，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存在于其中。每一个现象出现后随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现象，仿佛又是新的我。因此，我们不需要试图去改变什么，只需觉知每一个变化即可。生命的真正改变正是在观中发生的，这里有一种平静与和谐，它就是观本身。所以我们不必抗拒任何身心现象的发生，也不必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抗拒和担忧作为一种身心现象出现时，我们同样只需要观。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具体实现观呢？有一种方法叫做明色法，就是始终保持对最显著的身心现象的关注。这种方法可以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持续运用。假设你现在正坐着，此时最显著的身心现象可能是身体与座椅之间的接触感，接着你可能会听到某种声音，于是那一刻最显著的现象变成了声音，随后这个声音可能引发你的思考，这是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这些思维了。在之后，如果你对自己的某个想法感到不满，想要去纠正它，这时最显著的现象则是内心的冲突。大多数人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经历这样的内心挣扎，而结束这种挣扎的唯一途径就是观当下最显著的那个身心现象，无论这一现象是身体的感觉、某种情绪，还是脑海中的思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不带评判的进行观察。如果感到困惑或不知如何入手，那就观这份困惑和无力感。每一刻都有事情在发生，无论是内心的波动，还是外在世界的喧嚣，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保持观。当你渐渐熟悉了观，你开始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发现自己更像是一个清晰而稳定的观察者，而不是那些瞬息万变的世界和现象。于是，一股源自心底深处的宁静与祥和悄然升起。对于这份宁静，你所要做的依然还是观，从这些美好的、让人愉悦的身心体验中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观察者。如果能够做到随时随地回到观上，那么可以说你在修行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这种观的方式产生执着，试图通过某种方法来达成某种目的。这时我们可能需要变换一下策略，以避免对先前的方法或智慧产生依赖。比如，你可以试试参禅。当你对观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时，可以参一句我是谁。这样的提问能帮你重新找回那份清晰的观。你也可以进一步问自己，是谁在观？是谁想要去做什么？在这样的参禅过程中，你或许会在某一刻豁然开朗，体验到本自解脱、本自圆满的境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修行方法，那就是念佛。念佛并不是为了请求佛菩萨的庇护，而是通过反复念诵佛号来凝聚心神，减少杂念。当心灵不再被纷扰的想法所困扰时，情绪自然会趋向平静。当情绪与思绪都趋于宁静时，你就记住佛菩萨无烦恼的世界。佛与菩萨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当我们心灵的状态与频率达到一种宁静的境地时，那一刻所呈现的就是佛的国度。另一层含义是，念他佛即是念自佛，因为我与佛之间并无二致。佛的清净、祥和与无忧虑，以及我由于无知而陷入的种种妄想，都是一心所现。从心的本质来看，我的心就是佛的心，佛的心也就是我的心。心既可以生出我，也可以生出佛。因此念佛实际上是让心生出佛的境界，让佛融入我的心。毕竟所有法都是由心所生，众生与佛都是一心所造。明白了这一点，你在念佛时就不会走偏。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好奇，如果每天都保持这样的状态，是否还能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其实，关于参禅，正是让我们在日常琐事中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使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回归心灵原有的平和与宁静。当心灵保持平和安静时，这种内在的平和也会自然而然地传递给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带来更加和谐的生活状态。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回归本心。愿你破迷开悟，踏上自我修行的光明之路。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